新年新气象，这一期是我2025年的第一期视频，在此也祝各位跨年快乐。做最自由的模型 TCGO 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案分享。本期要各位分享的是大连出品的格纳库配件包。由于东西众多，所以这一次是直接给我发了4大箱子，反正不水视频的原则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有什么。那么为了视频合理一点而不杂乱，我计划一个一个配件来给各位介绍。首先就是最简单的水贴，大连这一次是有2种样式的通用水贴可以进行选择，这个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来看最基础的格纳库配件，淘宝的价格是25一盒，我手中的这个是 A 款的8029，盒子不算太大，但是分量还是挺沉的。里面是2包零件加上1张说明书，内容物还有2张补色贴纸，这种银色我是蛮喜欢的。看说明书的话，其实整个拼装流程并不算太复杂。另外就是各种零件，由于这个部分是分了3款的这个银色玉涂装零件造型会有一些区别，剩下的部分分的就会碎一点，零件还挺厚实，细节看着也还行。大连的格纳库主体有2种配色，就是目前我做出来的这2个，配合上各种分色贴纸，我是感觉黑色版本反而会更好看一些，感觉会更有真实感。不过也可能是灰色这个我懒了，贴纸贴的会有些少。除了底座部分的这个银色是分件，剩下的都是通过贴纸进行补色，并且还会剩余很多可以进行选择。那么单盒格纳库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，同时也可以在上面看到各种通用接口，配合其他配件或者是零件都可以随意组合，更换也会比较方便。剩余的零件还有一些其他样式的东西可以进行更换。当你拥有更多的格纳库组件，还可以呈现出更完整更大的状态。另外单个格纳库的尺寸是高17厘米，长15厘米，宽16厘米，只能容纳常规 HG， 稍微大一点的就不太行了。2层框架的高度可以叠加到大概35厘米，装个常规 PG 大小的模型其实也还差不太多，不过会感觉有点挤。为了给单个格纳库增色，大连也有单独发售格纳库的专用灯组，这一盒淘宝的价格是38元。当然了，我个人感觉这个灯组并不是必需品，自己加灯反而会更方便，哪怕整一个串灯。不过还是来看一下大连这个灯组是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内容物包括4块板件，其中2块应该是透明导光材质，还有一些连接线，4个模块，其中1个是电源，3个是灯组，一共是有18个灯位。 Type-C 的电源线，遥控器，说明书。安装流程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需要一个格纳库的部分，在正面的这些孔位上添加这个小的透明件用来导光，但是这几个零件安装是偏紧的，建议给它扩一下。然后将2个灯带模块装在背面的凹槽里边，使用辅助零件进行固定。按照说明书的组装顺序，在底下安装电源模块，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安装连接线。不过这个连接线的收纳就需要自己再处理一下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安插电源，点亮灯组了。按动后方的按钮就可以切换灯光样式，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。同时后面2个按键主要是用来区分2个通道的开关，可以自行调节使用 A 通道和 B 通道，也可以使用遥控器进行调整。但是我摁了半天也没有反应，结果我发现我自己的摄影灯变色了，它窜台了。除了安装在背面的灯组，还有一块是用来安装在底座，类似于滑槽部分的灯组模块。安装方式和之前是类似的设计，直接使用零件固定就可以了。使用连接线和主电源连接在一起，效果还行，就是感觉有点鸡肋。按照说明书的指示，其实还有更多的组合样式，并且大连也有单独发售拓展灯组，不包括电源的，能稍微便宜一点点。但是这个东西我感觉就纯粹是看各位的需求了。那么格纳库的主体已经有了，棚顶也是不能少的。不过棚顶是这种袋子的包装，定价18一袋，实际上里边的内容物就是格纳库的背板，东西比较少，也是单纯的把墙壁、电源、零件之类的更换成了这种漏网样式。我是感觉这个部分应该直接配套放在格纳库里边，单独拿出来当个配件有点不太合适。组装完成以后，只有这1块板和一些连接件，还有2个新零件，就是这个直角转折零件，剩下的就是直接插在格纳库上就可以了。组装完成之后还挺像那么回事，也可以在上面加点其他的配件之类的东西。然后来看下一盒楼梯配件，这一盒会比较厚，不过定价是26元。黑色零件比较多，而且都是各种楼梯分件，上面的细节看着也不错，就是会有一些塑胶和划痕。另外银色零件都是有用到玉涂装，并且每一个板件都是单独包装的，效果还行。那么拼装出来的就是这么个东西，尺寸的话这里放一个 HG 做个对比，基本上一盒楼梯给一个常规 HG 用绰绰有余，并且整个楼梯的结构还是非常对位的，这一点我很喜欢，包括扶手、支撑架和平台之类的部分。
并且整个楼梯也并非只有这一种结构，可以进行拆分重组成自己想要的造型。不过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固定的结构，支撑架连接的也会松一些，加固一点会更好。并且除了可以放置在地面上，也可以使用固定零件直接插在后面的背板上，固定效果还是很稳定的。这个就需要各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。那么除了这个楼梯组件，还有两个相似的走廊组件和整杯架组件，这两个定价分别是25和26。整杯架这个造型呢，就是类似于独角兽兽龙的那个拘束架一样。走廊组件里边有3包零件，和楼梯的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状态。银色预涂装零件也是单独包装。整杯架组件有2包零件和1份说明书，这里边不一样的就是银色的支柱零件，看着真的是很漂亮，漆面发色也不错。剩下的就是一些走廊的细节和线处理还不错。那么这2套配件做完了就是这些东西。走廊组件对比楼梯组件差别就是没有上下阶梯的零件，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并且也可以自由组合形成长廊的状态。另外一组整杯架结构也会很简单，3组平台可以插在滑槽上进行固定调整位置，平台也是有独立的可动设计，可以根据需求调整，并且这个滑槽也可以直接插在墙壁上，或者配合这个钢架结构，钢架内部的零件也可以翻折选择安插方式，最后固定在地台上。那么剩下这3个我就放在一起简单介绍一下，毕竟内容物的相似度还是比较多的，包括龙门吊架、承重柱、电缆。其实这些本质上都是在承重柱的基础上拓展出来的一些配件包，不过大体内容物都是相同的。这3个配件包的定价分别是18、15、25，主要内容物都包括2个带有银色预涂装的承重柱。龙门吊架里边会有黄色的钩锁板件，看着还行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根细线和铁链的零件。承重柱的配件包只有承重柱和一些连接件。电缆里边会多一些类似于电源线的配件，不过这个玩意儿是铁丝，并不是真正的电源线，粗细都有。这种东西吧，就没有必要刻意去单独买了。我觉得类似像电源线这种比较实用的东西，替代品还是有很多的。先来看一下这个龙门吊架，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配件。主体的话是2个承重柱，因为是带有银色漆面，所以效果还不错，并且还可以选择安装这个隔离的组件。顶端也是有类似于盖板的零件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安装中间的滑轨横梁，为了拓展横梁的长度，也可以使用这个零件用于延长。另外就是龙门吊架的核心部分，这个钩子和绳索的造型做的确实不错，并且铁链的部分也加入了一些真实感，直接插在滑槽上就可以进行活动。除此之外，钩子的部分还带有平转关节。铁链的部分也是给了固定零件，可以解锁后调整长度。在这个部分有一个比较用心的设计，可以选择这个普通的盖板，还可以选择安装调整绳索长度的零件。解锁固定结构后就可以自行调整。针对这个部分还有一个2头钩子的绳索，可以用来挂载其他的配件进行使用。这里还提供了2个3毫米的通用柱形卡榫零件，可以更好的安插固定。承重柱配件包的内容物只有2个承重柱和2个横梁，再就是一些通用零件和盖板零件，这个就是按需选择了。另外还有这个电缆配件包，里面是2个承重柱和一大堆电源线，还有连接件。实际按照说明书都指示，这个连接件的拓展玩法会非常多，不过按照当前视频进度还没有完全做完，还有几个机械臂和配件，我是想着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了以后，最后给各位呈现一个完整的格纳库状态。我更希望我可以合理的运用这些配件，给各位一些参考，所以直接来看下面这几个东西。这几个配件就算是更有实用性的东西了。大林是做了3种机械臂，而这3种机械臂的价格都是18一袋，不过这个小的按理来说应该更便宜一点。板件规格都是类似的，2块黄色，2块黑色，还有补色贴纸和说明书。这3套机械臂做完了就是这些东西，一套2个，一个黄色，一个黑色的。贴上补色贴纸之后效果还可以，不过黄色零件贴上贴纸感觉有点怪怪的，建议自己补色。首先看一下这2个大的机械臂的尺寸也会更厚一些，在头的部分有选配2种造型，一种是类似电焊枪的东西，而另外一个就是夹子，这2个可以自行选择进行更换。夹子是带有可动的，根部的紧实度很好，不过前端这里就会稍微松一些，夹取一些小物品还行，大的就不太行了。在根部给了2种安装方式，一种是3毫米通用柱形卡榫，而另外一个是匹配滑轨的配件，就是更换的时候麻烦一点，需要拆除零件。整个机械臂的可动还是可以的，角度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安插在整杯架任意柱形卡榫上，或者安插在模型上的接口作为辅助机械臂也是没有问题。另外2个机械臂的造型区别会大一些，在头的部分也是匹配了2种可以进行选择更换，一种是夹子，而另外一个是平台。平台屏幕的部分也是有进行贴纸补色，但是没有细节。
整体的可动角度也会多一点点。不过这套机械臂的组合度会很紧，需要简单处理一下。再就是夹子也是非常紧的，好处就是可以握持其他的武器配件，不好的地方在于把玩需要多加注意。根部也是可以进行通用接口和滑槽2选1，这个部分直接是助行卡榫，连接会比较方便。最后还有2个非常简单的机械臂，这个就是普通的左右合结构，没什么特殊的。前端的爪子无法进行更换，带有展开可动，除了夹子的可动，还可以进行拉伸延长，就是这一段滑槽会比较松，固定效果比较一般。同样是通用的助行卡榫，插在格纳库里边或者给其他机体当配件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底端也是可以进行更换接口，但是从零件量上考虑，这2个机械臂和之前2个卖1个价有点不太值。针对场景的配件装饰，大连这一套格纳库还有这2套配件包，分别是储油罐配件包和格纳库电脑配件，这2款都是18块，板件数量都是4块板件，东西其实不多。储油罐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有什么分件，比较简单。电脑配件这里还提供了贴纸和屏幕的透明件，在零件上也有部分按键的细节刻画。拼装完成之后就是这些东西。储油罐配件里边包括2个大的罐子组件，6个箱子，2个箱子整配件，还有2个单独的小油桶和2个小的汽油桶。在尺寸上感觉和1:100尺寸的小人更匹配一些。不过细看的话会发现油桶的刻线稍微有点做崩了。同时这里也想吐槽一下，这个箱子还有隐藏水口的设计，这个位置比较阴间，很难受。另外箱子零件的质感会很差。电脑配件是包括了2个带有机械臂的显示屏，不过显示屏的内容就得自己 DIY 了。机械臂整体的活动也是比较基础的状态。另外还有6台电脑配件，屏幕都是贴纸补色，不过这一次是有细节的，看着还行，并且把1:100比例的小人放在旁边，尺寸这一次是几乎正好的。随后的配件还有一些载具，这些东西也是格纳库里边必不可少的，也是感慨我终于是把这一大堆的东西快做完了。这3个分别是18块钱的升降车、18块钱的叉车，还有15块钱的维修机器人。这3款的内容物其实都不多，升降车里边还包括一个楼梯组件，叉车的零件是比较基础，机器人只有2块板件，分色也是通过贴纸进行实现。拼装完成以后就是以下的这一些东西。先来看一下升降车，套件内容物包括升降车1辆，楼梯1个，楼梯的分件也是通用零件，不过这个框架是新规的，底下的轮子细节也比较清晰，就是不可动。升降车的结构也会更简单，整个车身都是固定结构，驾驶舱的部分也没有进行刻画，不过4周的这个可以活动的承重架都是做出来了。上面就是卡扣连接的升降梯，整体的紧实度目前还行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并且梯子护栏的分件处理也增加了一点真实感。叉车配件可以说做的是比较不错，内容物包括叉车1个，踏板2个，还有4个配件。当然了，这4个配件就是个装饰品。踏板的话可以放在叉车前端，也可以放在后面，都是可以的。另外叉车主体结构还原的都很不错，包括内部的座椅、方向盘都是单独分件，方向盘也可以进行转动，轮子的部分也是单独分件，观感要比升降车好上很多。前端的叉子也是可以实现上下抬起活动，算是基础的部分都有做出来。后面这个平板就有点寒酸了，是一个单独的分件，也可以多加几个连接在一起，但是这个部分的轮子设计的有点简单了。最后还有这2个小机器人，设计的有点简陋，分件也会特别简单，中间左右合的部分缝隙还特别明显，腿部和手臂有基础可动，但因为没有分色，所以红色、绿色、银色都是贴纸补色，效果比较一般。那么最后还有一包配件，就是这个武器架配件，这个一套定价是18块，算是很大包的东西。其实这个东西在之前介绍大连支架地台的时候就有提到过，属于是铜模配套的装备。这里我偷懒了，直接用之前做过的来展示一下，也可以装在场景里边用来挂载一些武器配件之类的。那么最后我得到的就是当前这个状态，算是我个人能想出来的类似于游戏里边无限军方号整备的场景。不过由于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，包括之前提到的电源线还有背包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，并且很多地方做出来感觉还是不太合理。不过从当前的状态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大连这一整套格纳库的配件提供的还是非常全面，各个部分单独发售也能满足玩家的各种需求。针对这一些配件的定价，我是感觉在模型配件里边都不算太贵，不过也有一些我感觉应该能再便宜一点的部分，并且还有一部分配件包，比如灯组了、电源线了这种生活中有更好或者有更便宜的替代品，所以按需选择购买。另外这一大套的配件包最后算起来确实比较贵，想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格纳库配件，目前市面上真要说便宜的好像也没几个。不过也最后还是劝各位理性消费，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。
那么本期的 CGO 魔案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